大家好，經過這樣東翻西翻牆的搬運呢，目前的進度已經遠大於影片的狀況。一間一間回顧起呢，容易說明整理進度，也方便呈現作物生長狀況。這碎瓦堆放間已經開始修邊，將比較完整的破瓦片圍住側邊。而隔壁間撒種的是田油菜心與紫微小白菜，自行生長出來的是龍葵啦。野生龍葵就跟雜草的生命力一樣，時間到了，自己長出來的反而生長得還比較好啊。前幾天的生長狀況已經是這樣，做影片愛講緣由的緣故呢，很難趕上生長的進度了。其實這早已經開始採收嘗鮮了，拍完後剪輯影片時間又自己偷偷生長。而這個隔間原本是要移植之前影片的四季豆啊，經過測試，要單靠竹子棚架提供攀爬呢，磚頭水泥地板下土壤深度不夠，要搭設棚架需要花一點功夫跟時間吶，所以就先改種植蒜頭。蒜頭需要照料的時間少，但是生長時間需要比較久。地面清潔的部分就先留給雨水自動清潔就好，而蒜頭生長也大步前進了不少。接續這間是又整理好的隔間吶，母豬籠就暫時擺在這間，提供給作物攀爬。上方再拉繩提供作物攀爬，利用固定鐵絲的方式已經測試完畢。目前每個隔間配合排水都先簡單種植就好。先來增加一點入門的儀式感。這柵欄是兩間的隔間門啊，兩間連通的活動空間，其實蠻適合養雞啊。而這原本擺放豬飼料與飲水槽呢，有水的部分是倒入一桶水，3天後仍有水啊。這若是要種植，或許可以改採用水耕的模式玩玩。另一已經補上土的部分，3天前做過測試，1天的時間水就可以完全滲下。以後可以拿同一種作物比較水耕與土耕的差異。而豬籠擺在此處，沒靠牆會吃掉一點空間的安排。除了要讓小番茄攀爬，這隔間靠牆的位置兩邊因為排水呢，地面鋪設時都有很大的傾斜角度啦，花了不少的時間，目前只是使用到一點種植空間。很大的原因呢，是這整理過之後地面不會長草啊，種植空間日後地面跟上層都還會進行立體化調整。在幾天前，後院的棚架下進行茼蒿撒種，發現當時的氣溫很快就可以出苗，因此種植槽打算就撒山茼蒿與茼蒿啊。由於山茼蒿比較適合反覆採收，所以種植的面積就不需要大。雖然茼蒿在家庭種植時，利用割取反覆採收也可行啊，但整株拔起時，當作疏苗，採收期就可以縮短，所以茼蒿的撒種面積就比較大。當然，另一個原因是更好料理，接受度也比較高啊。
喜歡不同菜味也可以多種山茼蒿。而這槽的土壤結構跟前一間不同，主要下方補上的是牆外河道裡的淤泥。這種沖刷堆積的泥土比較細緻，避免過於濕黏，上方才多上一層炭灰土，可以避免日照後很快變硬。目前就多擺放一些蚯蚓進去進行鬆土。時常會聽說河道裡的淤泥很肥，尤其濁水溪裡的泥沙更含有礦物質，剛好可以實測一下效果。撒完種後，只做簡單的表面翻動，讓種子可以卡進縫隙，蓋上薄土。而把水澆透是作物育苗時的基本操作。由於這下方的土壤還有濕度，一桶水將表面澆濕，順利的話，應該幾天就可以出苗。冬天的菜，萵苣、茼蒿、小白菜種子都比較小顆啦，撒種育苗就簡單許多。而這豬籠前另外堆砌出來的小空間，則直接播種了2顆英紅小番茄與向日葵。向日葵只是育苗，改日再進行移植。豬籠提供給2株小番茄攀爬，空間就很足夠了。這樣的高度也方便給回鄉下的小孩子拔。轉往拆除上方的大主管後呢，空間規劃又多了想象空間。氣溫對了，山茼蒿與茼蒿出芽的速度就可以很快。其實家庭種植葉菜類很多時候都是隨性撒種就可以。當然，如果想要種植整齊或是有拍攝需求呢，這都可以事後採用移植的方式。而2顆英蜜小番茄也都順利出芽。讓人覺得非常奇怪的是野生龍葵，明明是使用不同位置的土壤填充，但就是到處都長出龍葵。因為數量太多，就沒使用摘葉反覆採收的方式。採收時就改採整株拔起來。這龍葵也很多人喜歡拿去煮海鮮粥。而再多整理好一個隔間，撒下了芥蘭種子後，發現了2件事。第一個是，雖然這上方還沒有遮掩日照的棚架，但是冬天時呢，太陽行走的軌跡會偏南邊。芥蘭菜的位置被側邊隔間牆擋住了日照，另一側則是日照充足，澆水時得控制水量。第二個問題是，這樣的隔間得先處理澆水的問題，這要直接使用沉水馬達抽水澆水呢，除了水柱太強，人得進進出出啦。邊使用酵素澆水時，會滴濺太多在地面上，所以接下來的這個桶子是用來做暫時性的模擬取水可行測試。這可以容納200公升的桶子，利用插電式的沉水馬達，很快就可以抽到預計的160公升。桶子下方的出水口還得再改造，方便搭配現有的水管粗度。目前桶子擺放的高度是方便人直接進行操作。倒入發酵液攪拌後，採用虹吸的方式是也不麻煩，只要按個幾下，水就可以自動吸出來。這間的隔間因為豬母籠是固定在地面上，動彈不得下呢，只能直接盡可能拿來利用。上層用來輸出水之外，下層目前想做個養蚯蚓的空間。這日後再單獨出來做個種菜發動機的主題。水順利流出後，
這樣沒有人工加壓的水流強度呢，可以順利跨越多個隔間之外。目前簡單控制出水的方式，只要將水管拿高即可了。不過鄰居的狗又來探班了，小黑領着 Harry 過來。Harry 只要不是吃東西的時間沒有護食搶食的樣子，就是另一個狀態，很像小弟，就只會乖乖的跟在後頭。以上進度，謝謝收看。